比赛现在是正式的重新恢复。这边我们看到很多的赛车，在这边我们已经看到发生了碰撞，应该是一台56号赛车和前方的这台朱克斯赛车发生了碰撞。56号赛车在这边是直接把3号的这台赛车的左后轮给撞掉了，而56号赛车在这边应该是由堂主所驾驶这台赛车。啥情况啊？警惕！我解决不了，完了这场比赛。你把这个关了，在一场国字头的比赛里被禁赛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Hello， 大家好，我是堂主。3个月前的8月份，浙江国际赛车场所在地，也就是鲁迅的故乡绍兴，刚刚超越新疆吐鲁番，也就是那个有火焰山的城市，喜提中国气温最高的城市。你永远无法想象为什么东南沿海的浙江绍兴气温居然比火焰山还要高，但这就是我们那几天比赛时候的温度。今天是8月7号，8月8号到8月11号，我要在浙赛参加2场比赛。这里绍兴前几天刚刚荣获了全国最热城市，而我要在这样酷热的天气之下，在这里连跑2场比赛，对我的体力还有精神各方面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CTCC China Touring Car Championship 中国房车锦标赛，这是中国当下规格最高的职业赛车联赛。参赛车手驾驶的都是造价在130万到150万不等的 TCR 赛车，他们是这个地球上最快的前驱车。别看马力只有350匹，但是它的圈速却比更大马力的 GT4 赛车还要快。而我今天要跑的这个比赛，跟上面说的这个 CTCC 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我参加的比赛的确也叫 CTCC， 不过全称是 CTCC 运动杯。我比赛里开的那台车呢，确实也的确是叫 TCR， 甚至马力都是350匹，也是前驱车。但是它真的只是名叫03++TCR， 它跟真正的 TCR 不能说毫无关系，只能说毫不相干。这个比赛其实说白了就是套了 CTCC 的名，实际上包括我在内都是一帮新手大乱斗，因为大家的目的基本上就是过来刷赛照等级的。这就是这回我们要跑的领克03++ TCR， 它呢就是一台民用的03++ TCR， 只是加装了一些最基础的安全的措施，比如说把原厂的防滚架拆掉了，然后换成了赛车的防滚架，符合 FIA 认证的。然后它其实前面的中控都没拆什么，然后座椅呢，原厂反正就是同椅，也没什么区别。赛车的方向盘这些都是新型件。然后变速箱也都是原厂的，没有换序列式，所以这台车的改装呢是非常轻微的。除此之外呢，就是换了光头胎，换了避震，换了刹车，大概也就这些。姐，我来领赛车服来了。他们说要穿你们的赛车服吗？给你找套新的。新的，牛逼。那看完之后能送给我吗？那得问领克。CTCC 运动杯之所以在国内很受欢迎，就是因为它挂了 CTCC 的金字招牌。毕竟对于不懂的外行来说 ，CTCC 车手，这个头衔听着就特别唬人。但其实这个比赛，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CEC 耐力赛的翻版。只不过 CTCC 运动杯每回合只跑55分钟加1圈，比 CEC 每回合跑2个小时的赛程还要更紧凑。所以 CTCC 运动杯名义上是耐力赛，但其实更像是冲刺赛。它也跟 CEC 一样，都是一大堆各种组别的车一块混跑。除了 TCR 组之外，其他的各类车都被简单粗暴地划分为了 A、B、C、D 4组，而我这回跑的就是 B 组，一共就3台车。3台都是领克03++ TCR， 甚至连运营的车队都是同一家，连P房都是在同一间，约等于就是在跑一场通车 PK 的统规赛了。这节练习用旧胎出车，然后你前3圈小心一点，慢慢开，后面再开水路。这个车是自动快还是手动快啊？有人说自动挡快，挂到 D 档上就快；有人说用拨片快，你去试一下。然后 ESP 那些都没有关。刹车什么的有助力吗？有 ABS 吗？有。那这就是个民用车。基本就是不是，就是变速箱没有改，所以它这些都有。所以如果说这个周末下雨就很有优势。我们在株洲比 TCR 都快，因为你有防滑有。干地不行，下雨。
真的快。那就赶紧祈祷下雨吧。等一下那个头盔放在这里啊，标有我的名字啊。还有我自己专属的名字，看到没？而我们这回比赛的对手都来者不善，一组是汽车之家红旗车队的主力车手王涛跟梁琦，另外一组对手是天才少年胡昊天搭配他的浙赛地头蛇姐姐。据说这个天才少年拿到赛照之后，第一次在上海天马参加另外一个比赛，当时一出手就技惊四座，连 CTCC 冠军车手张志强都被他斩于马下。领克就是看了这场比赛，所以立马给了他一个 CTCC 运动杯的席位。不过俗话说得好，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谁身边还没有几个普肉朋友？我立马打电话把我香港的冠军车手朋友中国西叫了过来。中国西我们都叫他 A 准，他也没有什么傲人的履历，不过就是在全世界最危险的赛道之一澳门格兰披治大奖赛上拿到过全场冠军而已。当然了，顺带手还拿了杆位，同时刷新了澳门86路车赛的圈速纪录，并领先第2名6秒多完赛而已。那当你在赛车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悲伤，不要气馁，更不要妄想短时间内能提高自己。相信我，找一个好队友才是战胜强敌最快的出路。车号56啊，56个民族，56个家。邹云峰 A 型血，中国西我的队友 B 型血啊。这台车因为我们要跑一个耐力赛，我跟中国西搭档啊。最近又拉了一个新的赞助，沙僧制动啊，所以我们的新的赛车服上面呢又要挂上我们新的 logo 啊。那么这个针线活呢就交给我们的康总，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回忘了做贴纸了，所以我们决定直接拿双面胶，直接把这个针织的这个 logo， 然后直接贴在我们头盔上，非常非常醒目的位置。先凑合一下吧。啊，对，先凑合使一使。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验装备得验2次。离谱！签到了，车手会马上开始。我想问个问题，竞争力的车，然后呢，他在黄旗期间他去超车，超完了他还不还给你，那么这时候我们作为快车来说的话，我们去到底是超回来还是等他？因为如果他一旦超了我之后，然后这时候他突然发现黄旗来了，我不能超了，然后他很慢的压着我，然后我的竞争对手走很快的话，那我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我到底是给他超过去还是怎么着？故意在黄旗区域超车，超完之后压着你不让你走。你其实问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对吧？好，我想说2点啊。第一点，仲裁最后洋洋洒洒说了一堆，核心意思最后归纳起来就是超车也不是不可以，但风险你要自己承担，因为很有可能会被罚。这次运动杯呢，我们赛前的官方练习时间非常的短，总共只有2节。我跟中国西商量了，我俩各跑1节。但是机智如我，本堂主提前1天就到了，这样就可以提前偷练1节了。结果我到了之后，才发现天才少年胡昊天居然也提前到了。这年轻人不讲武德，怎么能提前偷练呢？他的飞度本来就快。但是第11附近有一台坏车啊，安全。第一次试车，我的最好成绩是1分45秒32，暂时领先于胡昊天小老弟的1分45秒9。因为王涛跟梁琦俩人都还没到，所以我们这一组暂时是我圈速领先。没想到啊，小老弟果然还是有点天赋的，同车 PK 居然只输给我0.6秒，只差一点点就要赢我了，这个天赋简直就要溢出天际了，好吗？不过这个小老弟明显是对我有点不服啊。那第2天就是官方练习了，胡昊天不仅找键盘打工人借了精确的计时设备，还把键盘打工人请过来当了军师，看来这是有备而来啊。正好呢，王涛、梁琦也都到了，我队友中国西也到了，所有车手都已归位，那正好是检验大家圈速的时候。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组别这堆车手里面
到底谁的成绩会更快呢？明天排位会好很多，为什么？第一个就是4条新摊，第二个天气凉，明天早呀，可能下雨。下雨一样的，下雨我们更厉害，我们有什么 ESP 来这个防滑功能什么都有 ，TCR 不敢踩弯我们都可以过。王涛是1分44秒7了，挺快。队友现在458了，1分45秒8。但是距离那个对手1分44秒3还是有差距。A 准，我是堂主，你的第一计时段比人家慢了0.3到0.4左右，还有3分钟。如果你这圈散热还来得及的话，你就散完热，然后再冲最后一圈就行了。A 准已经刷到454了，那个是他自己的最快圈。但是我们的2个对手都已经443了。官方的依恋由我队友出车，他跑出的最好成绩是1分45秒488，只比我头一天慢了0.1秒。他下来之后表示这个车的限制 ESP 的限制太多了，他一时之间还没有适应过来。的确啊，赛车开多的人突然切换到民用车，还真不一定能立马就快起来。怎么样？什么感觉啊？怎么说呢？是要习惯这个车，因为跟我一般开的很不同，跟我一般开的车很不同，要适应。这个车有 ABS 有 ESP， 然后刹车又有助力，所以它几乎等于是个民用车。你要改变跑法。对，就是主要是哪个 ESP 吧。不过同组其他2台车的成绩还是把我惊到了。王涛、梁琪轻松写意的跑进了1分44秒的美妙新世界，比我头一天的成绩直接快了1秒。而那位天才少年胡昊天的成绩则更加令人啧舌，居然比王涛、梁琪还快，直接干到了组别第1。不可否认的是，早上9点多的天气的确要更凉，但是用比昨天还要更旧的轮胎，比昨天的自己一下快了1秒6。这个领悟能力跟执行能力，怎么看都不像是刚拿赛照的人能做得到的。你 S1 怎么那么快啊 ？S1 罗开罗教的，罗开罗教的。昨天晚上比较罗开罗了，其实不是小胡教的，哪个小胡？没有开玩笑，罗开罗带我跑了一段时间的模拟器啊，对，就很短一段时间，但是跟他跑一跑的话，确实进步有天赋啊。小老弟可以啊，这是要给我上压力了呀！下午的2练，我必须得掏点裤裆出来，不然已经压制不住小老弟了。上午你对手做了44的成绩，有什么感想？1圈秒了他，想做到多少？43。别上红色一段。正好的第1圈嘛。早了。加油，没事没关系，心态放平。他妈倒了。发这个的，有很多那种 TCR 傻，有一圈是47.6刷绿的，然后后面后面 S3 是18.1。我说怎么你一个单位1分多钟1分多钟的在刷？我说你3要3、4、5圈，就这一圈是要死。哦，你和44.5了，就这一圈就能随便445了。然后有一个傻逼在那挡我呀。下午的2练，我的成绩还是1分45秒3，跟第1天比起来毫无进步。不过好在小老弟的成绩也下来了，这一节只有1分45秒4，哎，我还是以不到0.1秒的优势勉强维持住了江湖地位。可能是轮胎已经旧到了极限了，气温也更热了。这一节王涛、梁琪的成绩也下来了，不过老车手还是稳啊，同样也是以0.1秒的优势把我压在了身下。那从练习的成绩来看呢，我们这个组别大家差距都非常的小，排位跟正赛那就真的是有的斗了。
刚跑完超级联赛的排位赛，不到10分钟，现在又要上这个领克的排位赛。超级联赛的排位赛那个车一点刹车助力没有，要一脚一脚跟踹仇人似的玩命蹬。但是这个领克呢，助力拉满，所以呢，我要从一脚一脚重刹变成一脚一脚轻刹，来回在2种不同的车、不同的驾驶模式之间切换。不过无所谓，拿捏。杆位预定，配15分钟。走，去跟对手喷垃圾话去。行了，不要紧张啊！他紧张已经发抖了，真的。相信我啊！1号弯不要踩刹车，直接过去。哎。所有的弯都可以我们过，不要去踩什么联系我的，所有弯都可以。我跟你说，手不要抖，心率要齐，呼吸要顺畅，脚一定要细腻啊，知道没？千万不要紧张啊！涛神就不要去了，那老油条，到时候我偷鸡不成18米。又偷鸡，还得是欺负新手有意思。3分钟开走。长途跑13了，这个周末最快的时间。挺好，挺快的。我好气呀！打了又打了。我有0.8秒的空间，被小眼睛那边一个出手。没关系，挺好，还可以继续。哎，还出吗？看还有4分钟，还有4分钟，还有4分30秒。快的話可以再做2個左右圈。咁啱啱睇到咧，我哋今次嘅排位賽就係10分鐘嘅。咁啱啱10分鐘咧，堂主一出去咧已經做咗個1分43秒2啦，係呢部車歷史紀錄喺呢度最快嘅。咁之後就有紅旗啦，中間有意外發生啦。咁佢都翻嚟睇翻他錯過得快。咁我聽佢講咧，應該仲有0.5至0.7快嘅。咁所以佢而家紅旗之後咧，應該仲有2個圈嘅時間。咁之後他去做唔到一個更加快嘅圈速啦。那么问题来了，红旗结束之后，只有1圈机会的情况下，我还能否顶住压力，再次刷新我的成绩？发个弹幕预测一波。那么接下来，皆さんこんにちは，03++TCR在这赛历史最速飞行圈，都走。OK， 领克03++TCR 这赛最速飞行圈正式开始。40多度的高温天气之下，任何车的动力都会受到不小影响。1号弯尾速175，刚好过了100米刹车。这台车想要开快，控制油门是最大的技巧。油门开小了、开晚了会慢，但是油门开大了、开快了，它的 ESP 会介入，直接锁你动力，那样会更慢。所以你的右脚得像渣男哄小姑娘一样有耐心才行。4号弯几乎全油门丢进去，路肩能吃多深吃多深。这车开这赛就是吃路肩要狠，但开油门要柔。多少是有点分裂的。5号弯带着下坡，我选择完全贴左，轻刹一脚冲进去，吃满路肩就往外放。但我这里其实油门开得不好。听声音就是一直憋着劲儿，直到刚才动力才完完全全释放出来。它的电控系统保守的就像欧洲中世纪的修女。驾驭这台车，你想完全开到电子系统一点不介入几乎是不可能的，只分介入的多跟介入的少罢了。出了9号弯又是一路上坡，紧接着前方就是这赛最具特色的3连发卡弯。裁判昨天新增了2个桩桶，这是暗示大家只要3连，那么遇到人生的障碍就能像我过这个3连弯一样丝丝顺滑。当然了，各位就算不3连，人生路上一样顺顺利利，因为但凡走过路过能一直看到这里的家人，欣赏美的眼光那都是相当的毒辣。有这种眼光的家人，干什么不都跟热刀切黄油一样顺滑吗？转眼间又来到这赛最长的大直道，这台车动力说真的那是相当不错。它这台爱信8AT 虽然因为程序保守导致一系列电子系统介入的问题，但是这个变速箱在只加了一个油冷的情况下，在这么热的天可以一直狂豁不过热傻掉，其实表现已经超过我的预期了。195的尾速一脚刹到95，通过最后一弯，在弯心前缓缓给上了油门，让它涡轮提前起了压，出了弯正好将动力一气呵成释放出来，最终冲线1分42秒9。是的，又刷更快，全速了。42秒9，厉害啊！
最后一圈我成功顶住了压力，把成绩再次刷新，来到了1分42秒980，拿下了同组别的杆位，也再次刷新了03++这台赛车在这赛的历史最快圈速记录。不过这一圈我觉得我开的还是没有被挡的那一圈好，所以虽然还是刷新了成绩，也拿到了杆位，但是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开心啊。下来之后一脸平静，倒了0.5，牛逼了，耶！42秒，42秒9，42秒9。开口。紧张刺激的正赛马上就要开始，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赛前胡昊天不止一次找到我说我排位真的跑得太好了，正赛里一定只会跟在我后面好好学习，绝对不会来攻我。这话其实他要是只说一次，其实我真的会信，但是这小子接连说了好几遍，我反而就留了个心眼儿了。本场比赛将会采取的是动态发车的形式。我们来看一下本场比赛的一个发车情况。果不其然，正赛一发车，大部队乌泱乌泱冲击1号弯的时候，胡昊天这小子在外线直接晚刹车准备趴头，幸亏我早有准备，出弯顺手挤了他一把，逼他收油，顺势就把他压在身后。好小子，赛前说的那些东西果然是在麻痹我，幸好我留了个心眼。之后的比赛就没啥可说了，我顺势一路带开了组别其他2台领克，差距最大的时候，我甚至一度带开了他们5秒多，然后我就一直跟在一台银色福克斯身后，这是一台 CTCC 退役车，实力超强，但是开车的车手不是很快，反正呢我超又超不了，他又甩不开我，搞得我有点烦。结果这还不是最不幸的，之后意外来了，有人撞车引发安全车了，等于我好不容易带开的5秒多的优势一下就归零了。但是更不幸的是，之后安全车退出的时候，更大的意外来了。比赛现在是正式的重新恢复，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很多的赛车在这边我们已经看到发生了碰撞，应该是一台56号赛车和前方的这台福克斯赛车发生了碰撞。这个撞车来得如此突然，甚至让我有点猝不及防。安全车撤出之后，前方的福克斯突然启动，我紧紧跟在他身后。结果呢，在正常应该全油门路段的时候，他突然一脚重刹，几乎刹得快停下来了。而我当时左边还有一台慢车，我根本没有任何地方能躲。唉，组别冠军就这样飞了。我真的从来没有在赛场上见过这么离谱且业余的操作，组别冠军飞了都另说，关键当时我身后还有一堆 TCR 快车，如果不是我撞完之后把车控住了，但凡我车横在赛道上了，后面这些全油门呼啸而来的 TCR 赛车，但凡是躲闪不及，给我侧面再来一下2次撞击，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接连竖了3次这个大拇指的原因。赛道外侧，赛道看到写着吗？它写着嘛。我知道有没有在调查我，所以它会有点问题。还没有开放，车外观看，先去看。谁呀？换衣服了。没办法，那一赛就是这样子啊。没办法，看一下车能不能收，然后明天加油吧。明天看那边是头，对呀。他说我们这个不过分，我们再重播一下。我们唐老大这会要干嘛？没有，就是逃的问题。你看他回来，他走当然没问题的，他回来不是 OK 的。人家在，他回来就他其实是也抛大了，但是他要观察前面的车是否能过得去。对啊。他搞不定的，小姑娘搞不定的，2起没有
要继续坚持啊！坚持一圈，坚持一圈。换一圈，换一圈，换一圈。啥情况啊？直线减速，2个大傻逼车，直线减速，有仲裁吗？都撞毁了，还仲什么裁？退赛了，都退赛了。你退赛了也得仲裁呀，不能他妈的他那个啥呀？大直线莫名其妙的就没有速度。我看你直接一把抽出来了啊！是躲他还是要超车呀？躲他，他很慢呀，大哥。你加速了，然后他在前面。哎呀，大好风，大好局。他从草地里面回来的时候，他也不贴最右边开，他贴在中间开，他右边留了3/4台车的位置。我其实当时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我到底从右边还是从左边？从右边我单侧轮就得上草地，他但凡是在纯右边，我这一下躲肯定是能躲过去，因为我也被逼到草地里面去了，然后我再回来的。等我发现他那个车太慢的时候，已经完全来不及了，就已经非常近了。他那个时候的速度低的可怕。那比赛结束之后呢，我的03++跟那台福克斯赛车都拖下来了。我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原来这个福克斯赛车来头还真的是不简单。所谓 CTCC 退役赛车，在这里我有必要科普一下，就是我们国内以前的 CTCC， 在 TCR 赛车没有出现之前，各个厂商都会自己独立打造赛车来参加 CTCC 的超级杯或者厂商杯。这些赛车没有任何成本限制，底盘都是 CNC 加工，机器都是预算无上限往里砸钱，疯狂的军备竞赛，反正你能想象的各种造车的这种手艺，都完全不计成本的堆在这种车上面。单台造价光成本就达到了恐怖的500-600万，堪比一台 GT3 的成本价了。只是这样玩呢，大部分的厂队都耗不起，纷纷退出了。那一般的俱乐部车队以及小车队那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没有任何竞争力。于是呢，大家就逐渐不玩了。于是这才后来有了单台市售价才150万的 TCR。这台银色福克斯呢，就是当时那个特殊时代之下的超级快车。只是呢，因为现在没有什么组别能让它参赛了，那为了能参加运动杯呢，它的发动机强行改小，由以前厂商没有预算限制的 2.0T 变成了现在的 1.6T， 这才允许它参赛。但是即便如此，它的实力也还是要比我们的03++民用赛车要强得多得多。只是他们招募到的车手呢，实在是这个经验太欠缺了。唉，而我们的那台03++赛车呢，即便是我躲得快，所以它表面覆盖件哪怕没有伤，但是因为撞到了轮胎，所以它底盘还是全毁了，半轴插进了变速箱内部，变速箱也毁了。这台车身的钣金件、外观件、覆盖件什么伤都没有，受的全是内伤。因为他当时撞击的时候139公里每小时，车队连夜从上海开了一台配件车过来，直接现拆配件给这台赛车用，要不然第二天的正赛出车都出不了。但是赛车的问题解决了，另外一个噩耗它又来了。职业车手，如果是职业车手，比如说你做这种就是违反体育道德行为的，就是你看篮球，对吧？我可以替，就是技术犯规，你这属于技术犯规那一类的，就是一定是严罚。哎，不尊重裁判，不尊重赛会。如果我是仲裁，肯定直接影响。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啊，表达一下你的悔改，你的态度。因为天气太热了，非常的不好意思。然后我当时也是没有想到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很愤怒，不好意思，但是我会严格规范我自己的行为。一看他就经常这么干，你知道吗？不是，是有人对我这么干，然后他们被教育过，然后我说了之后，哎，你是不是经常写悔过书啊？我没有啊，我没有。你还说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你不讲完。在车队都是因为像这个一些队友可能自表达能力有限，然后我帮他们写代笔。大家上头，我觉得比赛来都是拿名次的，上头很正常，但是这个不是被允许的。丽姐去完仲裁了，然后看看是啥结果。咋说？我解决不了，完了这场比赛。那什么结果呢？你去吧，他会跟你聊一下。好，我走。这是总监聊了。
你把这个关了。谢谢各位大哥，拜拜，OK，对吧？我错了，下次对了，经典。那个我被禁赛了啊，下一回合的领克03++跑不了了。只能让我队友一个人跑完全程。刚才仲裁跟我说，他找过了那台跟我发生碰撞的那个3号银色的福克斯驾驶员，那个驾驶员给仲裁的解释跟我们预测的基本一样，就是他在最后一弯违规超车，先是4轮出白，然后再违规回来，然后在过了控制线之后，发现自己在控制线之前就把前车给超了，违规，所以他就想在直线上来一脚重刹，然后把那台车放过去，但是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后方的我正在高速的驾驶过来，所以发生了碰撞。然后仲裁给出的处罚呢，就是这个事故是他单方面的错啊，因为他的这种非常反常识的这种加速减速的这种动作，让后方的驾驶员无法预测，所以本次事故他负全责，然后给他的处罚是罚到末位发车。其实这起事故，那台被超的慢车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按照赛规，安全车撤出比赛重启的时候，任何赛车都必须紧紧跟住前车，最多只能放出5个车身的安全距离。但当时前方所有赛车都跑远了，远远不止5个车身的距离了。然而这台慢车却还在慢慢悠悠的散步。我真的没想到，赛前车手会我都明确提出这个担心了，当时全场车手肯定都听到了，结果最后还是有人非要违规压车。经过一晚上的这个修复，这个车居然奇迹般的复原了，然后这些都是坏掉的零件，这个车今天居然还可以出车。本场主被禁赛了，但是我的队友一个人作战，55分钟加1圈，加赛前等待的30分钟10多分。我建议你那个冰桶，你不要全开了，不要，你开着关一着，对，要不然你开了30分钟之后，你的冰就没了，啊。今天这赛的天气应该至少有40多度，甚至可能比昨天还要更热。就有一个人开1个多小时，说实话，对体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希望他能挺住。第二天的比赛呢，电视直播的画面里，我的名字都被从我队友身边抹掉了。虽然第二天的比赛已经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了，但是我还是非常关心我队友的表现。主要呢，确实内心带着一丝愧疚。在他红旗下来期间，我跑过去给他送水，用我的口技给他的水箱中冷散热。虽然这样意义并不是很大，但是我确实就是想为我队友做点什么，好弥补我冲动带来的过错。我也全程紧张地盯着我队友的表现，虽然他一开始的整体圈速还是没有另外2个对手车组快，被压制在了身后，但是我的队友非常的争气，同时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他用一次压哨近战，精准控制时间，在近战期间居然神奇的翻到了所有对手的前面，转的都是牛逼，这策略太屌了。直接安排掉他们了，然后你只要守住他就行。你不用管，他自己会有策略。要是整个车我不可以有门给太狠，就是没必要的地方都不要给油，要加油。Yes， 保持它哪个发动机的力。Yes。不要让他那么早退车，并且在后半程红旗结束之后，逐渐找到了驾驶这台03++ TCR 的心得，圈速越开越快，最后稳稳地控制住了场上的节奏，不仅终结了自己的心魔，刷出了比较理想的圈速，同时逆境翻盘，拿到了该死的冠军。他真的太强了。冠军跟我1毛钱关系没有，但是我还是为你感到高兴 ，bro。我感谢你的帮我的喷水，谢谢你的喷水，因为最后都没有过热，全靠你的喷水，全靠你的口技。
不愧是香港冠军车手。哎，不要这样子说，香港的冠军很多的。那说真的，当时我的心情其实是有点复杂的。一方面呢，队友在圈速劣势的情况下，凭借策略逆风翻盘，拿下该死的冠军，我当然由衷的为他高兴。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队友没有我也拿下了冠军，我又多了一丝苦笑。同时呢，鲜花、掌声、热闹都出现在了我们车组，然而这些又都跟我没什么关系。总之呢，这可能是我当时碰上过让我心情最复杂的一场比赛，充满了事故，也充满了故事。那 OK，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在我这么惨的情况下，给我这期节目投个币，点个赞，感谢大家了。那我是堂主，我们下期再见，拜拜。